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说少，我是 Justin， 我是老文达。今天我们先在这边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扭转乾坤，元气冲天，然后就今年发牛财，牛大水。对啊，有这样的东西吗？没有。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世界第8大奇迹的效应，就是复利。第7大我都没听过。那这一周一开始呢，整个金融市场就有一个新闻呢炸翻天了。上一周就是那个 GameStop 占了整个金融版的头条新闻嘛。那这一周就是特斯拉的 CEO Elon 马斯克呢，他就投资了大概15亿的比特币 Bitcoin 比特币。然后呢，他也说了，就是特斯拉以后有可能会考虑接受比特币来让你购买特斯拉的汽车。那当这一个消息出了之后呢，整个比特币的价格就直接冲上天了。现在呢，比特币在本周最高的时候创出了5万美金一枚比特币。那为什么会讲到比特币呢？是因为比特币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看好它，包括到现在其实相信也有很多人都还是不看好比特币的。在2010年的时候呢，当时呢有一个人叫做拉斯洛汉耶斯，他就花了1万比特币来买了2个披萨。我有听过这个故事。对，因为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呢，以前比特币是大概一枚是0.0008分美金。那如果0.0008分美金大概再乘以1万个的话呢，那就是8块美金。悔不当初。但是呢，现在如果以现在的价格呢，那个1万个比特币呢就会价值500人民币就会价值5亿。对，就2片披萨是5亿美金。那比特币呢，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复利效应。你也是常说那个微信的，也是复利啊。都会有。那它涨得有比特币多吗？有啊，因为比特币是从0.0008分涨到了现在5万美金嘛，这样子算下来的话，比特币总共涨了6250万倍。那腾讯公司呢？800多倍。哦。大家可能觉得股神巴菲特现在的财富是一个非常遥不可及的总额，但是他其实就是在30岁的时候呢，他才有了自己的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可是呢，当他到了60岁的时候呢，他的财富就从100万剧增到了38亿，整整翻了3800倍，比微信还厉害。就30年时间嘛。但是30年。然后呢，再从60岁到83岁的时候呢，他的身价又在增长了。他的身价呢，现在是有590亿。对啊，我意思是说，巴菲特翻倍的力度还强过微信。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复利。不是长远哦，因为巴菲特是30年，微信20年，对，所以还那个资历还不够，对啊，所以可能翻到后面的时候，对啊，分分钟微信还多，所以要比的话，就是一定要微信是在30年的时候，对，比。所以呢，如果我们从30岁到60岁看巴菲特的身价，它是涨了3800倍，然后看他从60岁到80岁呢，他的身价是涨了15倍。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巴菲特财富从30岁到83岁来衡量的话呢，他的财富就是翻了59000倍。现在来说，可能很多的人就30岁前都能够挣到100万。但是是不是说现在你能挣到100万，就是能代表你以后会有像巴菲特的财富呢？不一定的，因为巴菲特他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一个投资者。这个复利的效应呢，它特别之处呢，就是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的数值会变得越来越大。那个因斯坦也说过，它就是世界的第8大奇迹了。其实很多的人根本就不能够了解复利的整个效应，就可能我们认知上是停留在我知道你的复利就是1乘2等于2， 2乘2等于4嘛，就是钱滚钱嘛。但是其实它真正有多强的那个力度是没有，很多人都没有直接去想一想的。其实这一个复利效应它也是有一个寓言的故事的。以前呢，在这个古印度那边呢，就有一个宰相，然后他就发明了这个国际象棋嘛，然后取悦当时的国王。那当时的国王看到这个玩过了这个象棋之后呢，他就是非常的高兴，然后就跟这个宰相说：“我可以做一些什么来给我奖励你？”那这个宰相就说：“我也不要什么金银珠宝，什么都不要，我就只是要麦子。”相当于我们的米吧。对。
那他就说你只需要在棋子的格子那边呢，每增加一个格子，你就增加多1倍的那个麦给我。就比方说第一个你就给我1粒麦子嘛，然后第二个你就给我2粒麦子，然后第三个你就给我4粒麦子，就以此类推了。那个国王听了之后就说，哎，这个好简单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很爽快的答应了。可是呢，当这个国王一直这样子给下去的时候呢，他就是发现了不对劲了。原来呢，如果要给完所有64格的麦子呢，大家能猜想一下是总共要给多少个麦子吗？1844亿粒麦子。你有听过这个故事是吗？对啊。这一个产量呢，是当时整个印度国家全国的他们的产量的好几万倍的，所以根本他就是懵呆了，他根本就不能够满足这个宰相嘛。那这里就反映了就是那个国王当时就非常的小看了这个复利效应的威力嘛，也就是我们这大部分的人呢会很轻视这个复利效应的。有一些人呢就曾经都说，哦，这个复利效应不就是那些传销会啊、老鼠会啊、什么财富自由论的这些东西才会聊到的这个福利嘛，他们就传销会都是嘛，你找一个人，然后一个人找2个会员，2个会员找4个会员，就是传销会都讲的这个复利嘛。那在投资方面呢，很多人就说，哦，我的本金很少，我的本钱很少，所以等我挣更多的钱呢，我才去开始投资。但是他们去开始投资呢，他们却又没有那个耐性去等待投资给他的那个回报。因为复利效应呢，它特别的熬人的地方呢，就在于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它的那个增长是非常的缓慢的，它是要到了某一个拐点之后呢，然后才会有那个曲线的爆发增长。其实能够了解复利的话，就是你就会知道时间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但是往往人呢就是没有这个耐心。就好像巴菲特，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一个投资大师，但是当你去问巴菲特他的投资财富的秘诀是什么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我的投资理念非常的简单，就是世界的第8大奇迹。他基本上是特别的有耐心的一个人，他是愿意投资，然后完全不动那个钱，然后再让那个钱去产生这个复利效应。那大部分的人是根本没有这个，不要说30年，我们说10年的耐心都没有的。所以你今年要包给大家的红包就是复利，学会就是要会拥抱复利效应。其实复利效应也可以用来做自我增值的嘛。新年嘛，可能大家都有一个新的希望，就是说我可能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个月要读一本书来增加自己的知识，希望自己能够自我增值，变成一个更有知识、更有学问的人。这个复利效应怎么能够产生在你自己的身上呢？就是可能大家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你就把那个书的重要的点给记下来嘛，然后你读另外一本书的时候，你也把那本书的重要的点记下来。打个比方，就是我有读着的2本书，一本书是叫做 Shoe Dog， 就是耐克的创始人写的关于他的创办整个耐克故事的，然后我还有读着另外一本书，就是微软的一个现任总裁怎么样带领微软能够创新进入一个更好的时代。当你学会了这整个复利效应之后呢，你就会学到，如果我把这个耐克创业的精神用在怎么去管理我的员工的方面呢，把2个配合起来，就不是1+1等于2的效应了，就是1+1等于 n 的效应了，就无法想象的，就是会突然间，就是当你读了100本书来说的话，你能够把这100本书的每一个点都连接到去不同的点的话，那你突然间你不是一个只有100本书知识的人啊。中国有一个读书会叫樊登老师，所以他就是很厉害啊，因为他读了上百本书，然后结果他可以用他自己就是所有的点，每本书吸收它的好处，学习它的好处，然后串联起来，就变成无限的可能性，在生活上也很有用啊。对啊，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像樊登老师这般的话，那我们出去跟别的人去交流、去沟通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有学识、非常学识优博的人嘛。而且也活得开心一些，因为你会珍惜当下。对啊。还有我可以再给大家多一个案例，就是像乐高，
乐高 LEGO 是一个现在家喻户晓的一个玩具公司嘛。那乐高为什么会如此的受欢迎呢？是因为它有令人着迷般的，就是你能够不断的从不同的积木，然后堆砌出不同的造型嘛。那乐高至今呢，根据它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呢，它总共大概有9000多种的种类。那乐高呢，总共可以堆砌出多少种的玩法呢？根据乐高给的一个官方的答案是，它有9.15亿个玩法。不计胜数，不会算。对，就是他们积木数量的10万倍嘛。但是一开始，如果你只有10个乐高积木，你能够变出来的可能性就很少。但是你有了9000个不同的乐高积木，你就能够变出9个亿不同的玩法嘛。所以这一方面呢，在我们这个人生的成长方面也一样的，你只付出了9天的努力呢，你能够看到的效果肯定是非常少的。如果你付出了900天的努力呢，那你整个人就是焕然一新，真的是脱胎换骨了，对吧？不是有一句话说吗？所以说你每一天进步，只要进步0.1，那365天你就进步很多很多了，比别人。所以他们说不在乎进步的多跟少，只在乎至少要有进步嘛。对，所以呢，就是在这边呢，好过原地踏步。而且会退步，有些人有吗？有啊，你不进步就是被别人超越了嘛。如果现在大家已经是每一天都非常的努力，可是还没有看到什么效果的话，就不要灰心，坚持的做下去。因为到一天呢，就是我这个量变呢就会变质变的，就你就会看到你的人生会有突然间有很大的跳跃性的这个进步，然后呢，你也会开始在自己的人生那边取得更多的成功。所以就是新年大家一起加油。对啊，我就是说嘛，今年牛年，你要给大家封了一个红包，就是让大家了解世界第8大奇迹，那就是福利的力量。累打累。就乖乖，我们一定追上你，来跳舞。他跟苍蝇说话。新年不杀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